大家好，我是坤。上期影片我们讲了领域系统啊，那现在进入了大成境呢。除了每次突破大境界前常规要囤的资源，以及刚上大境界的那些常规操作啊，今天来和同学们分享一些我进入该境界后发现的一些事项，在大成时期的养成中想让同学们注意的事情。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既然都讲大成了，那我们先以光速帮同学们复习一下破境第一天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开始。造雷劈前记得吐纳吃单，开宝箱前记得先开地图，福愿任务上去再领，每日特惠上去再开，世界上去再刷，储物袋上去打新的，先有宝箱上去再爽。好，那更具体的内容呢，如果还没有了解过或者想要复习一下的同学啊，可以去频道看看资讯卡标注出的2支影片啊，里面会 break down 的更详细一点啊。那现在就要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了，大成境的养成注意事项。好，第一点呢，想先和大家聊聊3种资源：定语金、仙魔石还有宁文宝玉啊。首先我们看到妖兽追猎这里，到了大成期呢，猎者商店追加了定语金啊，还有仙魔石的选择。但同学们在上了大成期后呢，每次刷新一定要保证这个定语金的购买啊，它是升级领域每5重就会卡1次的重要资源。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办法以氪金手段取得啊。商城的日周礼包，那个还有领域升级时的限时礼包呢，都只含这个玉砂还有玉石而已。那目前产出定语金的为3手段啊，就是妖兽追猎，每次刷新1颗，然后就是这个遗迹战场啊，每20关奖励1颗，以及这个大成的中期啊，我们要等这个地方过来啊，稍等一下。好啊，这个中期8重呢，它会有一个定语金，那目前只看到这3个地方而已，好吗？那大部分时间呢，不管你的刻度多高，每天领域就是卡你只能升级5重啊，这种感觉。所以呢，如果不保证最高限度的获取定语金，那你的领域等级就容易被逐渐拉开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们就要聊这个仙魔石。仙魔系统呢，在同学们达到大成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万族征途剩的不多了。那我们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将万族征途全部破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以推关的方式继续获得大量仙魔石啊。进入大成后呢，你会开始发现你这个仙魔石会随着仙魔境界的提升逐渐减少，直至见底啊。然后呢，非氪金手段唯二获取仙魔石的地方就是妖兽追猎以及这个古修商店了。那个人认为无氪同学甚至微氪同学呢，在仙魔石的获取上，在保证地域金的获取后在妖兽兑换仙魔石的 CP 值会高于古修商店的500天机石，因为天机石还需要用于这个真言的获取，好吗？那真言除了学习神通的作用外呢，还能提供大量法则、压制抵抗以及基础属性的趴数在同刻度的基础上也是不建议被拉开太多的。那这边也不是说500天机石的仙魔石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在不氪金的基础上当这个妖兽追猎购买的仙魔石不能 cover 掉仙魔境界的提升，我们再去古修商店进行补货是一个相对好的方案。那我在曾经的这个仙魔影片中有提到，大成时期仙魔石会出现紧缺的情况届时可以在古修商店做一个仙魔石的补货手段しかし攻略出了一段时间后呢，这个商城的周礼包就很打我脸了，开始卖起了这个仙魔石，好吗？那有氪度的同学呢，在你仙魔石见底之后我是推荐通过氪金手段来进行仙魔石的补货的。那你的妖兽资源以及天机石的资源呢，就可以空出来去兑换其他系统的养成资源。好，那最后是宁文宝玉上大成呢，你可能也会发现宝玉是一个极度缺乏的状态比如普通的金装蓝气纹升这个紫的气纹呢，就需要14个宁文宝玉那这个双倍消耗资源的仙魔法宝呢，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以你这个妖兽的资源，你应该是在换取定域金和仙魔石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多余的资源再去换宁文宝玉的那我认为呢，在自然产出上推荐大家将这个每周跨界的给买完一定要把这边的3颗给买完那如果你的这个论道积分不够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去舍弃升星石的购买啊，至少在保证这个宝玉还有真言的购买后啊，再去考虑其他的东西，好吗？那在妖兽追猎这边啊，大成前呢，吴克威克同学啊，如果这个你在仙魔石还有宝玉都紧缺的情况下啊，我是推荐啊，咱们退而求其次啊，至少要保住仙魔石啊，跟上这个仙魔境界的提升。那宝玉呢，就通过跨界慢慢获取，好吗？那可以氪仙魔石的同学呢，在买完地云金后啊，也可以在这个妖兽追猎继续兑换宝玉，好吗？好，然后是仙友啊，大成期呢，我们会追加3位新的仙友，金吒，然后张三丰，还有后期的汉魃啊。那这边建议在保证其他丹药加成的仙友满足后啊，这个金吒你一定要去储备一定的仙友资源，在它解锁时呢，第一时间将其升至79级，它会有一个丹药的经验加成啊。那另外大成期的仙友在基础属性上也会碾压前期所有的仙友啊，在相同资源升级的情况下呢，基础属性的提升是以倍数增长的。比如最早的这个白鹤，它是比如说开头的器械是接近200万，好，那最早的太白呢是100多万啊，那混元合体的雷震子呢是300多万。好，那大家看到金吒一开始它就来到了800多万啊，后面呢都是1000多的，好吗？那除了器械，其他也是同比增长的，但是仙友呢，我们还是最看重重要的特殊属性加成比如浇灌，然后丹药，还有这个神通增减这些。那在重要的特殊属性满足后啊，通过提升最后批次的仙友来撑起大量基础属性呢，也是一个 CP 值更高的选择啊。这个同学们就是情况而定，好吗？那另外聊一聊这个仙界裂缝啊，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心魔，但是它变成了一道缝啊，那也是类似下个境界的倒计时啊，现在还有80天，那看着有点乱了啊，但其实很简单。前程呢就是每周的这个日常任务啊，你把它做完，然后呢在这边走格子然后呢一个个走就好了然后和这些 NPC 无脑的对话一下就可以获取这个轮回录这个东西。那轮回录呢，你就把它灌到这个轮回池里面可以获得一些这个修炼相关的加成然后符赠这边呢，就是靠境界领域以及前面前程的进度逐渐解锁可以获取这个星石。那星石呢，你就把它灌到左边的这个星宿坛这里，那也同时也可以获取一些这个修炼相关的加成就这么简单。那做这些任务呢，同时可以获取仙沙。仙沙就是在最后的兑换商店兑换你要的道具那个人认为兑换的优先级呢，可以是御剑然后领域探宝宝玉红星辰。那除了这个夜明珠呢，其他都是限量的。那在这4样换完之后呢如果你需要大量的仙友礼物去解锁仙友的特殊加成个人认为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星辰宝箱去获取夜明珠。那如果你的仙友已经完成了大致框架呢，你也可以继续兑换星辰宝箱，好吗？好，最后再聊一样东西大成的总经验量。这边要提前提醒同学们的是什么呢？大成想要准时达到渡劫的紧迫强度，是类似破虚反虚准时上混元合体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我在破虚的时期是做不到准时上混元的被顶科大佬拉开了10天以上吧。那混元到大成呢，我是在倒计时剩1个多月的时候就圆满了，并且累积经验，在大成第1天直接达到了大成中期。那这个强度就是这么大的差距大成从0至圆满呢倒计时是3个月，总经验量是20亿左右其中前期占23%，中期占33%后期占44%。所以圆满了1个多月累积经验，在大成之上中期的我，算是在第1天完成了总经验的23%还有接近80%要走那这边给大家提供一个粗略的数据感受一下假设一个无氪在大成开启的时候正好混元合体圆满上境界，在没有质保的情况下，每天吃满27个蓝丹1个密钥全蓝然后是正常吐纳并且这个修炼速度按我现在的速度好了这个加一个25%的奋起从646变成807左右吧。那这样的话直至大成圆满也需要
130天左右啊，比开放渡劫延迟了40天。然后呢，我和 DC 的朋友粗算了一下，以我的刻度呢，按现在的情况最后也就提前几天达到圆满啊。所以混元合体是用来追进度的，而大成又容易拉开差距，也建议同学们在这里粗略的算一下自己每天能获取多少经验，拿总经验来除一下，看看大致的时间。当然，大成中期的这个吸收率也会变啊，每天的经验会越来越多，但是至少会有一个参考范围，好吗？所以有些同学呢，不要看哇，有3个月，那我摆烂随便都能圆满了啊，我直接一盆冷水啊。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不对？这边的主旨是什么呢？同学们在这3个月内一定要有意识的注重境界的养成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尽量提高修为福袋密钥的获取，以及各种辅助修炼速度的提升不要在这个倒计时接近的时候才突然惊醒，天哪，3个月过去了，我都干了些什么？这样好吗？好，那今天就是初步的一些大成时期的养成注意事项了。如果之后发现了什么新的内容，或者想起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我会再做影片和同学们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你订阅我，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如果你对游戏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